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全人类。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当中呢，巴西队提前出线后吃了一个金箔牛排这个新闻引发他们的民愤，不少巴西网友怒斥说他们国内呢有6000多万人吃了上顿没下顿，你们却有脸在这过着这么奢侈的生活。奇怪了巴西一个热带国家，一个耕地面积比我们没少多少的一个国家，那一个世界公认为农业大国，那为什么他们养不活那仅仅的2亿的国民呢？罪魁祸首就是资本。那被资本掌控的巴西农业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保障国民的一日三餐，而是种什么最赚钱，以至于呢，大量的耕地被用来种甘蔗咖啡、橘子、大豆这类用于出口的经济作物，而小麦、稻米这样主粮的种植面积呢，则少之又少。虽然在我国，资本一直被限制在牢笼当中，那农业这一类最基础的民生行业很少引起资本的关注，但近年来呢，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农业赛道的新兴能力正在突飞猛进。据不完全的统计，截至2022年12月12日，风投机构参与的农业领域的投融资事件呢，达到了57起。保守估计今年的全年融资总额呢，在50亿左右。这个数额看起来好像并不大那毕竟随便一个新能源企业，那一年亏就亏个几十亿。但若是与去年17亿的融资额相比，那你就知道它的增长率有多迅猛了。所以资本为什么开始青睐农业了呢？那农业会不会像其他行业一样被资本垄断呢？那么本期节目呢，给大家聊一聊资本与农业。首先要明确，资本精得很，下地种田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他们是一点都没有兴趣。那资本盯上的呢是育种、智慧农业、合成生物这3条细分赛道。那为什么是这2年才爆发呢？资本虽然不安分，但很清楚该听谁的话。育种方面今年年初1月24日，农业农村部颁发了《农业基因编辑植物安全评价指南》，大大简化了我国基因编辑植物的安全监管体系。原本从田间试验到产业化生产呢，需要5-6年的时间。新政策的出台直接为这一流程呢压缩了1半的时间。一说到基因编辑很多人也许会和转基因画上等号，但是其实这2者是有区别的转基因呢是接受了外来的基因，那比如说把坚果的基因导入到大豆当中，那有的甚至把动物的基因呢导入到植物里面。而基因编辑呢，则更像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呢涂改目前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日本呢等多个国家都已经在基因编辑作物视为非转基因生物，甚至无需安全评价就能直接进入市场。这一政策呢，显著的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基因编辑作物的发展。仅美国呢，就有超过100种基因编辑作物进入市场。日本呢，也批准了基因编辑的番茄以及2种能够快速生长基因编辑鱼的上市。不过，在颇具争议的转基因领域我们其实并不是毫无动作今年6月8号呢，农业农村部就重磅发布了国家级转基因大豆和玉米品种的审定标准试行办法。那这意味着转基因产业化的最后1公里被打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未经品种审定的转基因作物是无法进入市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我国已经有多个转基因玉米、大豆获得这种安全证书，但市场上栽种的呢却全都是非转基因的品种。农品高科的总裁马达华就认为，根据当前的进展最快到明年可能就会有部分转基因的品种被允许销售。咱们正好做个小调查，你支持或者你会买转基因食品吗？智慧农业方面，那今年呢4月和8月，农业农村部分别印发了2份文件，都是在鼓励资本进入智慧乡村和智慧农业，并提出要加快这种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 等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的深度运用。智慧农业是一个想象空间十分广阔的一个领域。那从市场规模来看呢，2021年我国智慧农业的市场规模为685亿。那其中平台服务、无人机植保精细化养殖农机的占比呢，分别为40%、35%、15%和10%。然而，100亿市场规模对应的另一个数据是，我国智慧农业的应用的渗透率甚至现在还不到1%。有券商就指出呢，中国智慧农业的市场需求高达2500亿，未来预计保持在15%的高速增长。我们熟悉的京东阿里华为等头部的互联网公司和科技公司，那早已经在这种智慧农业上面发力了。合成生物，那同样呢，也是一个政策导向很强的赛道。这个让人听着一知半解的名词，是过去2年热钱涌入最多的行业之一。2017年至2019年，我国合成生物相关企业新增注册量呢，保持在每年6000家以下，但从2002年开始却突然放飞自我，达到了2.8万家。2021年呢，更达到了5.8万家。像今年农业领域最大的融资事件，也正是合成生物材料制造商蓝鲸微生物。所以，合成生物到底是个啥呢？那它涉及到的应用其实很多，包括医药能源、化工、农业等等。像经常上耳说的人造肉其实就是合成生物的应用之一。除此之外呢，合成生物在农业领域的应用还体现在化肥生产、农药、兽药等方面。所以看完了资本的布局，你是否担心说他们会控制我们的农业呢？那我的看法是呢，目前还不用过多去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目前来看呢，我们与国外的农业还有较大的差距，关键技术卡脖子才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矛盾，这在种业科技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像美国的玉米品种鲜芋335，比普通的玉米产量高出近50%，在短短的10几年内呢，便席卷全国，现在已经成为华北、东北地区等主要的玉米品种。像蔬菜之乡山东寿光，那高峰的时候有60%都是来自于外国的种子，像辣椒、洋葱、番茄、胡萝卜、西兰花这种我们日常最常见的蔬菜，那种子呢全部是依赖进口，还比种子严重依赖进口更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农作物也严重依赖于进口。近年来像我国的大豆呢，进口量都在1亿吨左右，对外依赖程度极高，玉米的进口量也是明显出现了增长，并且呢，进口的大豆、玉米呢还多为转基因品种，那这就非常矛盾了。国内的舆论对转基因呢是一直不友好，但转基因的作物呢又实在是太便宜了，它便宜到即使是跋山涉水、远渡重洋，那价格呢都还只是我们的一半，这就导致呢我们不可避免的要从国外进口转基因农作物。那可能有人要说了，转基因是有安全隐患的，我们就要抵制转基因的安全性呢。现在确实还是有很大的争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包括转基因在内的分子育种呢，一定是农业发展的未来。而且我们越是担心新技术的潜在隐患，难道不应该越是得加强研究，去搞清楚它内在的机理吗？那实际上，相对于传统的育种方式，转基因技术的周期呢更短，精确度呢也更高，是我们弯道超车的一个好机会。但如果说因为安全隐患就抵制新技术的开发，那又和某些国家担心核电安全性，于是关闭了所有核电站一样，这是非常愚蠢的因噎废食。此外，农业科技转化率呢也是令我们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像资料显示呢，我国每年约有6000到7000项农业科研成果面世，但成果的转化率呢只有30%、40%。远低于每日的7%到80%，以及英法德的90%。所以这一次我们确实是需要资本的能力和资源，以最快的速度能够赶上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当然，对于资本的下限，我们也得有充分的警惕。前有外卖软件多年混战，现在又有生鲜买菜群雄逐鹿。行业充分竞争时呢，技术与福利确实会惠及很多人，但资本呢，无一不是在行业格局确定之后才露出自己的獠牙。大家想一想，你现在还能够点到便宜的外卖吗？你现在还能够买到实惠的肉菜吗？这一年来呢，随着气候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动荡，那粮食安全的问题呢，又重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仅在今年的前几个月里面，全球饥饿人口就从2.82亿激增到了3.45亿。联合国粮食署主任就表示，我们现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球粮食危机，而且所有的迹象都在表明，情况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那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如何摆脱进口依赖，如何增加农业生产的确定性，如何开辟新的农业生产方式，正是破局的关键。而这对应的呢，恰好是育种、智慧农业、合成生物这3驾马车。那可以预见，在未来这3驾马车当中的任意一驾都有机会创造1000亿甚至万亿级别的市场。那我们大家一起拭目以待。全国都开放了旅游呢马上要开始升温了。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来推荐一款旅行的必备好物——正浩移动户外电源。那它拥有行业最领先的这种快充技术，比市场上同等容量的户外电源要快7倍，这是90%的家用电器。别说什么手机、电脑了就是微波炉电饭煲、烤箱都不在话下。满电的情况下，能够累计充满89次的手机、60次的相机、16次的笔记本电脑，并且呢，采用了安全性更高的磷酸铁冷电池，电池寿命提升了6倍。所以以后出来露营，你再也不用担心电量的焦虑了。